我们今天有3个主题，第一个，习近平与普京视频会晤，中俄友好条约延期5年；第二个是中共党庆文艺演出再现；第3个是印度征兵5万，中印那么我们先讲第一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8号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友好合作条约，那么本条约有效期是25年。如果在本条约期满1年前缔约任何一方未以书面的形式通知缔约的另一方终止本条约，那么本条约将自动延长5年。那么并依此法延续年呢，期满前的1年。其中一方如果没有向对方发一个书面通知，说这个条约终止，那这个条约就自动延期5年。那当然，他们双方说，我们现在决定联合声明，说我们条约顺延5年。那么，习近平在这个视频会晤当中指出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立的世代友好理念符合2国利益。今天的中俄关系成熟、稳定、坚固，经得起任何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战略协作富有成效，有力地维护了2国共同利益。然后普京说，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体现了2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意愿，条约确立作用。俄方对当前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和2国合作全面稳步发展感到满意。然后今天我们宣布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决定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将为俄中关系祝贺中共成立100周年然后就说俄方珍视历史上同中国共产党交往的历程，愿意同中共加强党际往来，对中共100年华诞表示祝贺和支持采取的有力措施，坚定支持俄方办好自己的事这很搞笑然后他们有一个强调维护这个联合国为核心的民主和人权的缓和，就在这里这是第一个。又出问题了吗 ？OK， 今天网络好像很不稳定。第二个，共同反对利用疫情和病毒溯源搞污名化这加强疫苗合作扩大双边贸易关系。几个月，中俄双方频频地发表相互支持的声明。那么，中俄靠近的原因，这种紧张关系一般来说反之，普京也那么6月16号，南方发表联合声明，目标上有建设性、富有成效那么美俄峰会对中国形成了压力中国就立刻启动，这算是一个中国对在外交上和美国反制的一个措施。那么这个反制措施，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有2点很重要。第一点就是俄罗斯的确是在配合中国的确是在配合中国。那么另外一点就是你可以看他把这个不好是吗网络非常我看了一下这个联合声明有几点我总结了一下中俄元首高度评价条约的历史和现实价值，并同意根据条约延期这是联合声明的第1条。当然，这是成熟富有的边界问题，互不存在领土要求，这是一个很重要，因为在整个的中俄之间的这个勘界的过程当中，中国的领土的要求基本上全部放弃了。那么实际上这第2条是什么意思？第2条就是让俄罗斯放心，我不会对之前放弃的领土会有什么要求的。双方将继续保持高层交往，
这是推动两国关系全面向前发展的重要途径。高层交往就是自上而下，中俄关系是自上而下的关系，它跟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有点不同啊。那你比如说，先把民间的需求做起来，然后上面对中俄关系来说，第三，展开针对第三国的军事与及在边境就发现什么，就特别一讲到中俄关系，一讲到边境的问题啊，所以这拎出来念给大家听。第5条是中俄经贸下面有一系列的经贸合作的内容，但是我把这经贸合作内容，中国跟俄罗斯之间它的经贸关系并不发达。为什么两国关系说那么好的关系，可是中俄之间的贸易往来并不发达，双方的贸易金额很小啊。第6，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对于确保整个欧亚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维护地区和平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句话讲的就很有价值，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中国对俄罗斯有一定的影响力啊，就是中国对中俄关系的控制力，从这句话能够看出来。为什么？因为其实对俄罗斯来说，一带一路它是不高兴，因为一带一路途经的一些区域是俄罗斯传统的势力范围，特别是中亚地区啊。那么一带一路其实俄罗斯是不高兴，但是在联合声明里面加上这段话，意味着什么？俄罗斯在迁就中国。那么背后是什么？背后当然有利益，当然是买通了。中国要买通俄罗斯，让他接受这些东西。所以中国对俄罗斯中俄关系是有一定的控制力啊，你可以通过这句话可以看出来啊。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评价一下啊。第一个，你通过这个两国的联合声明，你可以看出来，中俄双方为这件事情已经早就开始准备了啊。也就是说，在美俄峰会之前，他们已经开始在讨论一些加内容进去，更新的一些内容进去。原因是因为这个友好条约需要进行，可以吗？现在可以吗？我们重启。